好，花莲哈，这个马太安溪啊，他们把它导流改道了了哈，说呢2个礼拜以内要完成土堤的防线啊。那现在已经找到第18具遗体了，但是还有6个人还失联哦。那县政府说大家捐的钱好像7000多万吧，立刻发下去啊，都不放在手里面，说每个人可以领5万啊。那另外呢，因为本来流到市区嘛，改道了。哦，引进深水槽，所以就不会市区应该暂时不会淹水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他把这个土堤强建完成，本来有个缺口嘛，2周内土堤会建完，就不会从那边淹。但是再大可能还是没好就出来，补的地方是最脆弱的地方吧。那这个堰塞湖呢，水量降到610万吨，原来有9200万吨，降到6100万吨。9200万，减掉610万，几乎是8600万。那水到哪里去了？都流下来了嘛。所以明明是溃堤，他偏偏跟我们讲是溢，我听着就气。溃就是溃嘛，就是堤有破才会下来嘛。下切120公尺。你看原来200公尺，切的差不多112公尺，将近120公尺，所以切下来，而且那个堰塞湖是这样的，所以越上面的水量越大，所以现在只剩下这个80公尺水，只有610万吨了。那只有溢流还在溢流，只有崩溃前的6.7%，就几乎现在水很少了啦。但是呢，说还是不稳定了，因为还是不稳定嘛。610万吨还是水啊，如果万一东流流下来是很麻烦的。说持续是红色警戒啊，他们现在害怕了哈。那阳明交大有一个叫做微地动监测的洪峰，担心2次堰塞湖会不会再搞一个堰塞湖，或者原来堰塞湖会不会再崩那所以还有隐忧了说大雨或台风还是要撤离了那个地方还是地质不稳，那个堰塞湖不稳了那李宏远说水量减少很多了，所以没有立即的危险现在610万吨。如果真的一直崩下来，也没有以前的8600万吨下来那么厉害嘛，但是总是还是要小心一点的所以呢，这个没有立即危险，但是不表示没有危险只是没有立刻因为最近好像未来一个星期好像都是天气比较晴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雨啦。那将来几个在旁边远远的那个就变成台风的会怎么样的再说吧中秋节以后水汽可能会影响，中秋节以前听说都是晴朗的所以马太安溪呢防堵，加派机具人力来修复，赶快把那个漏的地方、堵的地方、破的地方把它修好。我们看一下，变大，它已经都激起那个浪。泥浪慢慢变大，让观测人员跟着紧张起来。这是中央灾害中心上周5观测马太安溪溢流状况。如今堰塞湖蓄水量已经下降到610万吨，等于是原来量体的6.7%，但还是存在风险。怎么监测讯号和预警成为重点。复合性的灾害啦，那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复合性的手段去做一个监测，这样子。微地动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它是在对于第一波流量洪峰抵达之前，对于我们想要保全的对象提供大概20分钟左右的这个预警的时间。阳明交大赵维安教授团队在马太安溪北岸架设微地动讯号测站，果然在9月23号事发当天下午2点20分监测到水位开始下降，2点54分发布警戒，到了3点12分第一波洪峰发生，8分钟后马太安溪桥被冲毁，水位计也损坏，日夜都不受影响，所以它主要测的是当洪水或是土沙通过了微地动测站的临近范围2公里之内，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震动的讯号。只是堰塞湖危机还没解除，缺口继续下切，导致通洪断面严重缩小，河道也容易阻塞。教授示警，往后雨势不用太大，可能是时雨量大或地震达到5弱程度，就可能再有简单崩塌，酿成2次堰塞湖。这次实测的经验大概要50分钟，才有可能第一个流量洪峰会抵达我们主要要关注的保全对象地方。而内政部消防署也开闭门会议，研讨溢流酿灾状况。目前为止看起来大概不太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危险，除非再有台风，否则应该没有立即风险。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说，将会密切关注。夸大，然后
现在目前看起来哈，因为只剩610万吨的水，当然它还是很大的水，可是跟那时候的9100万吨差很多了，所以呢，暂时没有这个溃坝的可能。好，一直讲说什么溢流是什么意思？没坝可溃了，没有，那个坝已经破口了，坝已经可以112公尺了。观众朋友看一下哈，我现在如果这是一个坝体哈，就比如说我的电脑这个面。坝体没有坏，我的水慢慢在这里看不到，对不对？但我满过来以后，它就会过去，就叫溢流。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坏掉了以后，刚刚不管是溃体是人工做的堤，就溃体，那这个叫坝体，就是它那个小山挡住的。那在那一次，它整个溃坝了以后就下来了，那所以这个水就很大。那现在水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现在有几种做法。现在这2天在做的，第一个就是把佛祖街那边的那个真正的溃堤口，因为那是人工的堤防，有破掉，赶快把它补上。之后再有水来，不一定是很大的洪水，而是一般的溪水涨的时候，你水不要流进来，把那个堵起来。第二个就是这2天做的深水槽，让那个溪水马太安溪的水不要流过来，让它引流过去后继续往前走。第三就做一个梳子坝。就像我们在男生的梳子哦，不是女生那种梳子，是单的这样，有没有？把它插着以后下来，它可以让它的水量跟那些土石泥能够先挡住，所以暂时看起来了哈，不会有立起危险。刚刚李慧部长讲，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灾区现在目前的状况，佛祖街那边产值超人志工根本就走不到。好，那我礼拜天有去了哈，我就一整天去那边帮忙挖。我走不到佛祖街，那个真的距离太远。从车站一出来以后，周边的这些中正路、中山路跟敦厚街、光复路那边，就是乡公所这里，都已经挖不完了。每一户那灾民当然讲说，现在目前状况，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所以大家去以后帮忙先从周边。可是接下来要注意的第二个卫生的问题，第二个接驳还会有人去的，因为刚好今年的每一个10月。马上还会有好几个连续假日，大家会去。可是等到周边都已经清完，后面的大华社区、光华等等这些弄好以后，要去佛祖街，好多的这些网友都写讯息给我说：“伟安哥，你要讲佛祖街，目前都还没挖。”佛祖街，我遇到一个这个叫李琦的一个猫主人，他带了猫，我问他说：“你怎么带的猫呢？”他从台南来救他的猫，就他的猫呢就在2楼这边等了5天，他怎么没有跑掉？没有办法跑，因为那个佛祖街的房子都已经土石那个粘土哈，山上下来的是粘土，跟我们在西岸看到不太一样。西岸看到的是黄土红土，那个粘土它就是灰灰的。我去的时候已经过了5、6天了嘛，礼拜天去的时候，在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完全变硬，根本产不动了。你看到有人在家，对，在家里面的是因为它是在室内，所以还水水的，已经很难挖了。所以接下来的工程是，你可能要去震碎那些，你要怎么弄，对，就很困难。然后慢慢的，它距离比较远的时候，这些志工或者说产值超人，他们其实要去那个地方比较困难的时候，可能后续要有接驳跟相关补给的问题，然后要戴这个护目镜，因为你挖的时候会喷上来，一定要穿雨鞋。有好几个这个年轻人哈，就直接光脚在那边挖，割到了割上都可能有细菌感染了。然后雨鞋一定要穿，但产值的话如果买不到没关系，因为一出光复站的话，很多人用完他会留在那边可以去拿。过了10点以后你可能拿不到了，但你也没有关系。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产一整天的。像我大概产个5分钟，不断的产哈，就要轮班换治好上。然后我在后面等个2分钟再换，好，所以你要戴好口罩，因为它会有粉尘，然后会有很多脏污的东西。挖出来的往哪里倒呢？倒到那个单轮车之后，然后再弄到路边，所以它是环相扣的，所以那个路你会弄成小山，每一天弄成小山，所以把它清走。然后接下来就要换小山猫，然后再和其他的再把它运走，然后现在就先到糖厂那边的空地把它集中起来。是啊，我不得不讲一些近乎一锤定音的判断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个天然水库发生了非人力可操控的泄洪，这听懂了吗？因为堰塞湖不是人工湖堰塞湖是天然湖是因为堵住了，说实在不是湖的地方变成了湖，但是大部分的类似的这个叫水库嘛，水库是人可以靠操控什么时候泄洪的，而这种堰塞湖是你不能去算说我什么时候要泄洪，但是呢，这个是谁的责任？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中央的责任，因为第一点，你判断这个水位上升的时间判断错了；第二点呢，你的对策错误了，因为你觉得进山去引流一个泄洪道是做不到的，是太困难了，所以你没做。第三，你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你觉得太难了，时间上赶不及。这3样都是中央的，地方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但是死了18个人，谁的责任？地方的责任。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争辩说，到底要撤600个，还是要撤8000个？
我建议政府啊，把测600个、测1000个、2000个，到最后8000个都画等高线，画地图上的等高线。我敢保证，这死掉的18个人都是在最低数目撤离人数的范围之内。是你要撤离他们的做法不够彻底。他们是怎么做？你说他每2个人一部车子，这个消防车，然后喊话。我跟你讲，这些老人家、这些行动不便的人、这些拒绝撤离的人都没有听到啊！听到了也不要撤，你要来背我，你不背我，我怎么撤？哦，所以这些人跟8000人撤离，现在李鸿源都讲8000人太难了，地方做不到。为什么要撤8000人？撤8000人是错误的，还有8000人撤不撤，跟死这18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死了18个人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不，他当然很简单嘛。现在我们不知道死在哪里。不过老沈意思说，都已经画出来了。画出来说，如果那18人这600人里面的，那就表示这个现在说，因为8000其实没有要撤8000，600都没撤掉，你是这样吗？来，嘉俊。我必须要讲哦，其实堰塞湖我们是有处理机制的。过去包括云林草岭，包括九份，包括88风灾的时候，旗山哦，其实它是有处理机制的。莫拉克台风那时候也有崩塌，产生堰塞湖，但是那个时候农委会他就很积极的去介入哦，一阶段怎么样空勘，然后扩大溢流口，降低水位，他一步一步的去处理它。所以我必须要讲说，这个不只是天灾。它也是人祸。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当初我们政党协商的时候，农业部长也是信誓旦旦的说没有立即的危险，他们就没有积极的去处理啊。所以我觉得农业部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说明明有一个处理机制，你为什么不积极介入去处理？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上游段其实是林保署负责，那它的中游段是水保署负责，下游段是经济部水利署负责，所以它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都是中央所管。那为什么不去究责说当初不积极处理？为什么以前莫拉克台风的时候是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不处理，然后也没有人要负责呢？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讲说，多头马车啊，中央、地方跟军方。他们所有的这个紧急应变中心都在那个光复糖厂，结果他们是各开各的记者会，各开各的救灾会，中央地方各搞各的，他们没有整合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刚嘉俊提的蛮重要，我刚刚上次看到说，台湾除了这个花莲还有30几个堰塞湖，因为台湾地震很多嘛，对，或是那种一下雨啊、台风啊，可能就土石堆积就变成堰塞湖嘛。那跟我们一般的什么石门水库、翡翠湖不同，那是钢筋混凝土建的坝，堰塞湖是那个土石自然形成的嘛，所以它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想个办法，就是说在还没有成灾以前，事实上这个花莲这个堰塞湖，他们地法院在几个月以前一直在讲，而且是农业部拍胸脯说没有问题啊，没有立即的危险。你就算是把它开一点点小口，让它先流一点，再开一点，再流一点，缓步的流，可能都还好嘛。另外呢，杨志良前卫生署长，他是传那个资料给我，他说能不能用那个虹吸管原理？你如果不敢把那个坝打破，怕崩掉，你用那个虹吸管原理，对不对？让看管要多粗嘛，那慢慢把那个水引流下来嘛，也是可以嘛，你总要想办法吧。国外也有办法，国外遇到这种堰塞湖都没有办法。讲的最大的重点是，以前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做过嘛，李登辉执政的时候都做过，那时候会做的，到了现在科技更发达，就民进党不会做。我觉得是他的主政者，他的行政负责的单位，他不愿意做，他也不想做，他觉得很困难，而且不想花钱。而且以前做过的经济部官员，现在很多还在任职啊。一个是陈俊记说。因为它的下面有1.7公里底部，所以它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是啊，既然没有立即溃堤的危险，他就说等到雨季、这个洪水季过了以后再来弄。判断错误啊！判断错误，我觉得这是当然是决策错误啊。这是最大的原因了。谢谢两位。这就查完了，农业部。好，总统泰行政院长今天到立法院施政报告，说他提出了4大优先，经济优先、民生优先、青年优先、弱势优先。不过认为说
花莲灾情一定是焦点啦，啊，那他提到3个重建，啊，哪3个重建呢？产业布局要重建，灾区复原要重建，社会信任要重建，啊，他说他会努力化解政治上的不信任，而且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行政院长嘛、立法院长嘛，合作建立新的社会信任啊。那另外呢，卓荣泰说呢，我们的团队谈判正在美国嘛，不是那个行政院副院长带了团队去嘛，针对关税的冲击，说进行最后阶段关键性的谈话啊，就说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位阶是高了，副院长。但他其实没有谈判过，他在搞文化，什么时候谈判过？你跟那些如狼似虎哦，那些奸商出来的哦，什么川普要谈判，我就像个小羊一样，你怎么谈呢？啊，好吧，看看结果吧。啊，我们希望谈得好了哈。那国民党哦，这个放行了115年度的总预算啊，但是呢，傅崐萁说希望卓荣泰依法落实编列3读法案预算，譬如说军人加薪条例啦。警消退休金提升啦，各县市一般性补助分配啦等等，说呢你们都不编哦，都不落实哦，所以呢这个希望能够落实哦，那否则的话等于行政院废除了立法院的通过你们都不听啊、哦，那但是说是暂时放行也没什么暂时，放了就放了，怎么暂时能够再收回来吗？啊、哦，那说请韩国瑜立刻召开协商啊、哦，然后落实这些法案啊、哦，那另外呢有几个复议案。行政院提在刑事诉讼法复议案、公投法复议案、反年改复议案，蓝白都能把它封杀了哦，不通过哦。那民进党说呢，因为呢警消啦、军人待遇调整，你们都不行政院都不编，所以呢不签署这个不复议同意书，就是不准你复议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表决，开始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立院新会期，朝野首次表决大战，民进党团对蓝白提3案复议，民众党团的删除羁押串证理由和公投绑大选，以及国民党团的停砍公职年金，但都被否决，维持复委审查。赞成者少数。复议案不通过。朝野原本还要表决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能否复委审查，民进党团都在议场中央摆出标语 stand by， 但表决前一刻，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议退回，秘书长周万来提醒韩院长刹车，因为国民党团决定撤回提案。国民党团宣布撤回本提案。本案我们继续照议事处意见。台下绿委一片欢呼，毕竟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因为去年蓝白针对总预算可是退回6次，总预算就让他实质的复委专业严谨的审查，对于国民党最终一刻的收手，我们还是给予肯定。在也对行政院递出橄榄枝，当然放行总预算也不是没条件。在1个礼拜内，我们希望卓荣泰院长能够透过院际的朝野协商，把立法院国会3读通过的相关的法案要依法来落实。所以我们在今天不会直接退回总预算，我们接下来不复议同意书不会签署，我们会要求韩国瑜院长针对这件事情尽速召开党团协商。国事如麻，朝野先放下己见，以拼民生为首要前提。来，我看。现在因为这个有4个预算啊，先前从去年的预算，然后这是风灾的预算，然后还有国土韧性，这个第4个就是115年明年的总预算。那因为现在出了这个问题了，其实可能家具委员会讲得更清楚了，原本想要把它退回程序委员，直接把它退回程序委员会去。可是呢，后来国民党要把这案子撤回来，现在各方都对于救灾是有共识的，但朝野也已经经过了这一整年，大罢免也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赶快开朝野协商，把行政院的这个需求提出来，蓝白现在目前看起来能通过的法案也好好去谈。那当然了，因为突然出了这个事情，这样子大家在看说，是不是对于花莲的救灾要更多一点？可是先前在丹纳斯的时候，那个钱是花莲是可以用的，但或许不够，所以呢，可能大家有各自的考量。那现在目前看起来，花莲那个情形可能需要比想象中的更多，
所以预算呢可以再进行讨论。那行政院跟这个立法院经过了过去一整年，从去年5月20到现在都已经9月，1年多了，就是个对立的状况。那罢免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可以回到就是什么事情都能谈的状态。我提出的预算可能立法院不同意，但是你也不要全部都不同意，什么东西是可以的。然后呢，那个立法院要求已经通过了，你就不要行政院不要再提任何复议事件了，因为现在的国会已经是经过民意的认证，就是希望是这个比例62:51。那就立法院通过的3读的案子，你就要去执行，法案跟预算都要去执行。那这样子政务才有办法好好去推展啊。最近。基本上我也赞成这个伟汉大哥所说的，就是如果继续再敌对下去，真的对彼此都不好。那那天我遇到卓荣泰院长，我也是向他喊话啊，就是说希望你要做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而不是民进党的行政院长。但我觉得他个人或者是行政院其实不是不想谈，而且不是不想沟通，但真正有问题的可能是民进党党团。因为民进党党团，他很多时候他是不想，当在政党协商的时候，他也不帮行政院提行政院的一些需求，然后他也等于是他就是来乱的嘛，他变成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说民进党的党团也要有适度的调整，就是说在这一周内，当然希望说行政院可以重新盘点他的这个预算啊等等啊，有沟通的善意啊，那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大家在党政协商的时候也是要。真的是就事论事，而不是说天方夜谭，一直乱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哦。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包括这个军人加薪啊，包括说警消退休调整啊，包括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这些我们3读通过的，也要能够赶快落实，而不是一再的提一些复议啊，然后甚至说不愿意编，像这个我们通过的财划法就好了。他不编，不是财划法他编了，他钱要给你了。但是他就从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他左手给右手扣，把你扣回来，扣得更凶。而且他还说事权跟钱一起从统筹分配款给了地方政府，结果呢，他这边把你扣走之后，钱在他那里。这边不够钱了，然后钱都在那里，事情也在那里，那这边多了2000多亿，我们随便算一下，都有2500多亿被他扣回来，那这些钱要拿来干嘛？他也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我讲的不编是，比如像军人警消要加薪，对啊，这些不编。不过党团柯建铭不是说最近变得比较好吗？有吗？那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真的开始。他现在很和善，很和善，但是还没有第一次协商，也还没开始啊。我不担心柯建铭。我真的担心国民党党团，因为国民党团有3个会期的怒汉，现在变成一个乖乖的小猫，这个讲得过去吗？我跟你讲，民进党只要讲，你说我的大罢免没道理，你说我的大罢免大失败，但是你看他们变乖了，莫名其妙的变乖了。沈大佬，我跟你讲，你现在只是那些个别的案子在较量，没有意义的。没有沈大佬这个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傅昆萁，我要讲傅昆萁了啦。我要讲傅昆萁，傅昆萁应该借着灾情，我辞总召，我回乡救灾，换个总召。你上个会期的总召的傅昆萁跟这个会期的总召的傅昆萁，你难道不是被大罢免吓坏了吗？我跟你讲，没有办法交代的。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啊。他要不要因为灾情辞总召，这是政治判断。某个程度，我也认为，如果他今天以救灾的理由辞，这个就政治上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姿态。但是我的政治判断跟沈大佬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关税的问题，台湾跟美国大案子问题，压力已经多大了，又有这个。花莲的灾情，这个时候立法院，我一点都不反对这个，这个对，你让我讲完好不好？是很有利的，但是你这个目前的做法，你就把它搞糟了。立法院如果还在闹说你总预算通通不能审，就不能什么都不能弄，你真的民众会太痛苦，大家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啦，真的。我告诉你，怎么不接受？你大家党团会议去开看，有多少人？愿意采取你那么激烈的立场？一锤定音，柯建铭、傅昆萁
通通该辞职，通通换新的总召。对，我同意，两个都换了。哎，我同意，两个都换了。对，对不对？休息一下再回来。你看这个。吹哨者，这个黄国昌说呢，这个揭弊是不是因此呢影响他的人设啊？说因为呢说这个披着一个吹哨者的外衣，然后呢做的是政治斗争这是《镜周刊》的评论了啊。那说他跟拍张景生、林右昌被抓包。那所以到底黄国昌有没有组一个狗仔集团呐？到底有没有港资介入了？这是《镜周刊》说的。那黄国昌就斥责说，你们现在越来越像科幻小说讲的哇，这个活灵活现的啊。那另外呢，王义川说这个有5个问了，说公开承诺到底跟你们有关系？有关系你就退出政坛。第一个呢，有没有绿营的跟拍？是不是都跟黄国昌无关？他不是是不是都跟你有关？说是不是没有一个是跟你有关的啦？你要不要承认了？然后呢，他说他被跟拍，有4个狗仔，黄国昌认不认识？是不是通通不认识？还是认识其中之一？所以他很厉害，他问的都不是说他是你只要一个都不行这样啊。然后呢，这个凯斯国际成立跟负责人叫李丽娟，黄国昌你认不认识啊？然后呢，黄国昌你有没有跟媒体合作跟监跟拍你的政敌等等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所有被跟拍的影片跟照片，是不是黄国昌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先都没看过这是王一川的提问了那黄国昌到底是揭弊还是跟监？黄国昌说他跟吹哨者协会。说吹哨者协会跟媒体曾经合作过那国家都容不下揭弊者吗？不能去揭弊吗？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不跟监，你怎么揭弊呢？你要跟才知道他到底跟谁在一起啊？他跟哪些这个利益团体啊等等啊那你都不能跟监吗？不能跟监怎么揭弊呢？这是黄国昌的说法了那黄国昌说，你现在呢说他养狗仔，甚至跟踪柯文哲。黄国昌说假新闻连具体事实都没办法提出显然我看这个新闻在离间黄国昌跟柯文哲的关系了说败坏台湾的媒体环境令人不齿另外呢，黄国昌反击说王义川你真蠢全台湾最大的狗仔集团是镜传媒嘛，怎么是我呢？王义昌呛说你没有回答你不管最大的是谁但你有没有啊？你没有回答我，你有没有啊？那另外呢，林楚英说呢，这个谢幸恩呢，一人分饰2角又是民报记者萧依依，又是呢中央社记者谢幸恩，意思说你一个人分成2个，说媒体人身份这样是被糟蹋的那另外呢，那陈时中说呢，这个黄国昌借着揭弊名义抹黑不应该，那时候有狗仔有拍他们到底去哪里喝酒唱歌等等，所以现在都说是这个跟拍，我们又说是揭弊但其实我就讲，这有时候你不跟拍，你怎么揭弊呢？那如果否则你光讲说你证据拿出来啊，我什么时候跟谁吃饭啦、喝酒啦、唱歌啦，证据哪里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谢先生是很优秀的记者，镜传媒呢是抹黑攻击那另外呢，这个谢先生也发表声明，他请辞了他是中央社的记者，他说第4权被侵蚀，令人痛心那另外呢，这个林传媒的新股东说停止发稿，结束营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安和路那个地方，是我以前回到民间社会的时候，那是我的律师事务所，我跟很多人都会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面开会。因为被爆料筹组的狗仔集团很长时间在台北山河路2段的办公大楼内开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在这里开会的人有各种单位，但不止地点被揭露，还有钱的争议。因为周刊爆料，黄国昌利用姻亲当人头成立凯斯国际公司，就在台北市基隆路1段上，2021年12月8号成立，资本额1500万元，公司代表人和董事只有黄国昌姻亲李丽娟1人。
元，付薪水给旗下狗仔，5年来至少需要3-4千万元。周刊就揭露，香港也有同名的凯斯公司，难道有港资介入？民进党立委王一川再度开呛，包含真人物拍案和凯斯国际，连5问黄国昌。如果有任何一个事情跟他有关，他事先知情，他就退出政坛。我从来没有看过《镜周刊》写东西越来越像科幻小说啊！说凯斯的英文缩写是 KC， 所以跟我有关系。台湾有多少叫凯斯的？我听说还有一家很有名的幼稚园也叫凯斯啊。就算被曝涉入狗仔集团的记者谢欣恩已经离职，但民进党立委林淑英秀出对话记录，说曾在采访过程中，透过萧依依和谢欣恩身份发简讯，证明艺人分饰两角的就是他自己。到底你要跟监谁？这过程当中，黄国昌有指示你吗？黄国昌背后是资金何来？有没有中国的资金？我认为这件事情必须要让检调来查清楚，我不排除来提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谢欣恩他昨天提的那个声明，有同仁传给我看，我看了，我非常感动。大大力挺谢欣恩，但狗仔风波没因此降温。好，我们请2位议员，一个知好，一个治好。来，民进党先说。我看不管现在因为很多东西现在还正在燃烧中，那我们看到说黄国昌大概可能一时半刻大概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政治的风暴，但是那当然现在最新的这个争议就是他到底有没有监视柯文哲哦？那如果有，当然这件事情当然就会也搞得更大。那但是在我们看来啊，黄国昌在做什么？他就是在做这个雍正的那个嘛，百官行术嘛，反正。你这个不管你是不是在位的人，你也许是可能拥有声量，可能拥有权力的人，反正我就通通都给你跟监，那能够抓到什么就抓到什么。你这个小辫子我这边有一个，你这边的你的这个小小的瑕疵我也有一个，反正你就通通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取得这个权位。那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极度马基维利的一种操作嘛。简单讲，政治上面没有价值。政治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意识，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它就纯粹的一个权力的操作。那也就是说，基本上黄国昌现在讲什么，或者是黄国昌说什么他很感动的这种话，基本上听听就好了，不用再去把这些事情当真了。你看他就是看这个权力欲已经烧到整个脑袋的人，他下一步还会为了权力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来啦？还是好。首先根据我的了解黄国昌本人应该非常的忙了所以他到底会不会因为权力的欲望来做这些事情？我可以跟你讲，不会。再来，您刚刚讲到这个所谓通通跟监，那更是不可能大家知道民众如果你要找到黄国昌，我不觉得他有这个财力可以做到全部可能无差别的待遇来跟监，这个也是更不可能。我先把它说明在这里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说，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公益揭弊它是不等于狗仔的它是不等于狗仔的。公益揭弊通常是我们就讲国昌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所创的这个所谓的揭弊的协会他们是收到了一些这个算是陈情或者是检举认为某些事情可能有弊案。比方说 IMB 比方说88等等，这些都是可能会有弊案，所以他们就启用他们的调查机制不然他就称为调查官也好调查记者也好，调查员也好，他们开始追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属实。因为他如果要用相当的手段，不管是在国会质询或者送给检调单位做处理，他必须要有证据嘛，否则是冤枉别人嘛，所以他必须要先启动一个澄清厘清的一个这个手段。所以他去这个厘清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看到了一些事实，他必须把它留为证据，所以他就有一个拍照的动作，这叫做跟拍。他跟狗仔队所谓的跟拍是不一样，狗仔可能会针对一些艺人，他也不是跟公众的利益，他只是单纯想要把这些人的隐私暴露出来，那个叫做狗仔。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定义，我觉得要先把它分清楚那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很多的弊案，后来闹成很大的弊案，甚至检调已经开始真正在做一个调查，甚至有结案的，比如IMB是最明显的，它也是经过公益揭发之后，这个揭弊之后，造成后面等等这些正义实现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先不要把揭弊这个事情把它搞得好像妖魔化，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的是不是黄国昌有去看这个所谓是不是跟监，或者是去看柯 P， 那我觉得那更是为了要挑拨柯 P 跟黄国昌之间的这个感情也好，或者是信任也好，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
哦，因为今天国昌其实他自己也澄清了，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在我看来，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第一个，他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更不可能去偷拍克屁哦。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操作哈，我觉得第一个要点啊，他可能是要这个把柯文哲关了1年之后，再针对民众党目前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来做一个全面性的破坏，甚至人设的一个破坏。哦，那我觉得这个到底是谁发动的，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哦。那我必须这样讲哈，这个我们都觉得，好，真正去破坏人家的隐私，或者真正去把人家的隐私揭露出来，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如果这是跟公益有关，是要把这个弊案揭露出来，适当的做一些跟监，或者是做一些去收集、去核实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他的手段是必须的啦。我必须补充一下，你说，志豪讲了一大堆，对整个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答案有帮助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花了大家很多时间讲了一些废话。我告诉大家，我亲身邀请了这个黄国昌吃饭，我的助理也在场，吃的非常简单，他要求的，他吃的非常少，他给我的印象好到我认为是当今政坛上的政治人物没有这样的人，几乎可以做我的女婿。这很遗憾的，我这一个女儿真的是好，她在心目中我就觉得好。我现在承认我的眼光输我的助理，我的助理不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这个人是厚道，你知道？因为一天我的朋友都说我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你的节目被你带坏了。其实我基本上我是好人，我是你所以变厚道，就因为参加我节目是变厚道的意思。我是非常厚道，但是呢，那个志豪，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黄国昌的这就是躲起来了，然后出来以后，他有不是，然后出来闪烁，他现在的回应都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我必须，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正告黄国昌。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在崩解，快速崩解中，我甚至预言，这个对2026，尤其是2028的蓝白合，对国民党未必是一个坏事，但是对民众党真的是，如果黄国昌完蛋了，那民众党是没人的哦，志豪，你要好好准备啊。不过现在这个事都还在发展中了，对，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如果是以揭弊的，所以我警告他而已啊。对，揭弊的角色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哈。所以我觉得他的人设应该基本上不会造成大佬你刚刚讲的那么对他失望了。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有。但是他的表现可以好一点啊，不需要闪烁啊。那个王一川问的也里面也很多很厉害，我很讨厌他，你知道吗？为什么？比如说就来讲他在挑拨黄国昌跟柯文哲。是的，我不认为黄国昌有去拍柯文哲，我不认为，他也不敢讲，他只是说。柯文哲这么多被拍的影片，你有没有事先看过？对，这是他只能这样问嘛，炸的嘛，就他根本就没有证据嘛，那只是故意在挑拨了。我补充一下，我只讨厌龚川啊，我很讨厌王一川啊。我在这么很讨厌王一川的情况之下，我开始对黄国昌起疑了，这是很危险的哦。我想最后会澄清的，会。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拜会李鸿源李鸿源呢说，这个终身在承担未来呢他愿意来协助那郝龙斌呢跟国民党里面的青年举行咖啡会说让国民党的政策符合年轻人的需要那另外呢，张亚中说他当选后要促成和平统一说台海的情势像堰塞湖一样呢，马上就要溃堤了，崩溃了把大家都淹死了。那昨天彰化县议会呢，跟彰化议会党团邀请这6个候选人都去这个都在一起去跟党团跟议会去沟通那昨天聚焦在党的改革、财务还有团结那罗志强说今天呢向卓荣泰抗议然后呢卓博源说自己是现代刘邦那昨天连胜文因为连胜文是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有出来说，这个党主席一当选以后，立刻会面临财务的问题立刻会面临财务的问题。我的了解朱立伦一当国民党主席，就立刻跟他岳父借了1亿元
来付这些开销哈。当然，国民党现在一年不选举的时候，一年大概差1到2亿了。不选举节省一点，可能差1亿；如果稍微放松一点，差2亿。选举的时候，那就差很多。所以党主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还必须要去募款哦。好，那卓博元认为6个人在一起是团结的象征哦。那另外呢，这个彰化县议长叫谢典林，谢逸凤的弟弟，他说不管谁当党主席，蓝白合都要磨合好啊。那另外呢，2026马上到了，2028之后的事啊，议员的提名啊，县市长啦，所以怎么样去协调，是国民党党主席最大的一个难题。难题不止这个啦，我刚跟你讲，光那个募款也是很大的难题啦。然后你怎么去跟地方的这个县市长啊、议长啊去沟通？立法院党团怎么样协调？那个难度绝对不是一般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难度。我们看一下。点出国民党应提案修灾害防救法，此刻要做称职的反对党，才能避免灾害再次发生。国民党党主席之争在即，郑丽文前来拜会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从我自己私人的账户捐出了50万元。这一次花莲的风灾，更是反映出我们整个的政府的体系对重大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灾害还没有做好防灾的准备。所以今天特别来请益，需要不管在内政在外交，我都很乐意来协助这个郑丽文，让他有机会当选。李鸿源强调，蓝营需摆脱老蓝男印象，前辈要经验传承，让新一代可以扛起来。同样是中生代的罗志强关心花莲，以党团书记长的身份喊出将提案花莲光复乡灾害重建条例。对花莲来说，最能够专门解决，然后也能够帮助重建的一个特别条例，来编列特别预算，来一起来帮助花莲，会在最快时间内然后把经费估出来，承诺会尽快提出争取特别预算。另一头一样谈到堰塞湖，但张亚中却是将两岸现况比喻为堰塞湖。我4年级就开始引流了，就像堰塞湖那个民进党政府在8月还说没有溃堤的危险。突然之间就溃堤了，台湾现在的还不够危险吗？张亚中这比喻不少网友留言是消费灾害，但毕竟天灾当前，候选人们可都不能缺席。赖永明，其实这次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选举，确实新任党主席挑战多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现在有6位党内很优秀的精英同志出来选举确实要展现一个团结的气象。那这次在彰化，我个人感到比较欣慰是说，之前好像一直觉得没有被列入这个媒体考虑的卓博元，他是前任的彰化县县长嘛，他至少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也可以好好的来说明他的理念。我个人还是很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因为我觉得党内的选举呢，第一个不是不能够做建设性的批评，但是不要互相乱扣帽子、乱攻击，因为对党员来讲呢，那个太伤感情。第二个呢，大家提出自己不同的构想，最后当选的那个人就可以广纳意见啊，可以把我自己想法上面有哪些还可以补好的啊，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甚至呢，这6个人未来如何的也团结起来，都在党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可以共同让这个党更成长。这个真的是所有党员衷心的期盼。好，预告一下礼拜4，今天礼拜2，礼拜4晚上就本台那会邀请6位都来，6位都来辩论2个半钟头，2个半钟完了以后，接着战情室再接2个半钟头评论，哇，过瘾，5个钟头，让你看个过瘾，老沈。是这样哈，我跟看法跟永明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他毕竟是自己人，我是局外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6个候选人都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双标，除了张亚中以外。张亚中骂人或修理人，包括修理你在内，其实都是一以贯之。但是张亚中为什么是老实呢？因为他晓得他不会当选，而且他当选了，他要把国民党改革成孙文总理的理想，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张亚中我们就不评论了。其他的人每个人都双标。什么叫双标？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见了防护系说防护系喜欢听的话，跑到南部又讲南部喜欢听的话，这双标。第二个投机，
比如说李鸿源现在红了，为了这个堰塞湖的事情啊，你就要去见李鸿源，这个叫投机。第三点呢，尤其是两岸的东西不能碰。我觉得郝龙斌讲得很好，蒋龙斌开始的时候他讲不媚日不桂美，然后不舔红，那不舔红他就要补一句，就是说那和中，你看郑丽文就出来，怎么是和中？是和路。我一辈子到今天第一次听到和路这2个字当然他可以说他是遵守宪法啦，什么一大堆。和路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老公听的呢？讲给党员听的呢？讲给黄复兴听的呢？还是讲给全世界的人听的？这个就是双标，这个是投机。我跟你讲真的没水准。越讲，民进党来，周俊怎么看？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契机啊，因为过去几年民进党靠着抗中保台包装一切，不管是能源政策失败啊，或者是